一起来看精彩短剧《偏爱酱零食》故事解说。26岁的菱角是淮山集团总裁办的一名普通秘书，他工作体面，能力出众，却在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里一直被贴上大龄剩女的标签。菱角常年挤在家里一间由杂物间改造的小卧室里，为了守住这方勉强容身的小空间，他不得不听从家人安排，在难得的周六休息日早起，奔赴一场被家人强行安排的相亲。这次的媒人把相亲对象吹嘘得十分完美，声称对方身居高位，外形出众，身材挺拔，彩礼至少20万。一个劲催促菱角好好打扮，去咖啡厅见面。菱角对此早已麻木，他此前经历过10次相亲，媒人次次夸大男方优点，刻意隐瞒对方年纪偏大、离异带娃、身体缺陷等关键问题，每一次都让他满怀期待而去，失望而归。母亲也在一旁不停施压，放出狠话，如果这次相亲依旧没有结果，就让菱角拿出自己所有的工作积蓄给弟弟买房。菱角满心委屈与不甘，想要质问母亲，可母亲却因为拿养育之恩和住房归属道德绑架他。争执间，弟弟吵闹着要吃饭，母亲立刻转身进厨房忙活，临走前还不忘催促菱角抓紧收拾，生怕父亲睡醒发脾气。长期压抑的家庭环境让菱角心底始终藏着一个坚定的心愿，他迫切想要买下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公寓，拥有一扇只属于自己，不会被人随意推开的房门，彻底摆脱原生家庭的捆绑与压榨，真正为自己而活。当菱角如约来到咖啡厅，看到相亲对象的那一刻，整个人彻底愣住。眼前的人根本不是普通的相亲对象，而是他的顶头上司，淮山集团执行总裁贺丹静。贺丹静是斯坦福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年轻有为，地位显赫，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存在。巨大的身份反差让菱角瞬间手足无措，惶恐不安。菱角连忙上前诚恳致歉，坦言自己完全不知道相亲对象是贺丹静，如果提前知晓，就算借他胆子也绝对不敢赴约。他心里十分疑惑，媒人竟然敢把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两人撮合在一起，闹出这般荒唐的乌龙。贺丹静神色淡然，平静道出了自己答应这场相亲的真实缘由。他并非对菱角心生好感，只是常年被家中奶奶频繁催婚，急需一个稳妥、得体、靠谱的名义伴侣应付长辈。而做事稳重、性格沉稳的菱角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菱角连忙开口解释，生怕老板误会自己嫌弃他，连连夸赞贺丹静是相亲市场里的顶尖条件，根本不需要通过相亲寻找伴侣。贺丹静看着他小心翼翼、局促不安的模样，语气带着几分玩味，反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刻意找茬，故意为难他。就在两人对话之际，一名小区保安队长突然上前打断了谈话。他声称媒人只给自己介绍了菱角这一个相亲对象，当众质问菱角为何在同一家咖啡厅和别的男人见面，言语间满是不满和指责，让菱角陷入无比尴尬的境地。这场离谱的乌龙相亲被外人撞破，菱角颜面尽失，只能再次向贺丹静诚恳道歉。可保安队长依旧不依不饶，当众嘲讽菱角当了几天高层秘书就眼高手低，自视甚高，笃定贺丹静绝对看不上普通出身的他。他还表示自己每天都会关注菱角，自认两人十分般配，主动提出要和菱角私下单独相处了解。菱角果断拒绝了他的邀约，没想到对方出言愈发刻薄，嘲讽他是伏地魔，除了自己根本没人愿意出彩礼娶她。这番话戳中了菱角长久以来的委屈，让他回想起家里的种种不公。此前8岁的弟弟故意用玩具砸破他的头，他只是要求弟弟道歉，母亲却一味偏袒幼子，觉得他小题大做，斤斤计较，丝毫不在意他的委屈和伤口。母亲得知这次相亲依旧无果，当即不停数落菱角，抱怨他年纪渐长，过于挑剔，之前嫌弃相亲对象身高不足，如今又无故拒绝条件尚可的人。菱角无奈向母亲解释，本次相亲对象是公司保安队长，长期刻意尾随关注自己，属于变相骚扰，自己根本无法接受。可母亲完全不理解他的顾虑，只惦记着对方20万的彩礼，强硬要求菱角除非找到条件更好的对象，否则就主动向对方道歉妥协。身心疲惫的菱角只能暂时敷衍，暂且搁置了这件事。第二天上班，菱角全程惴惴不安，刻意避开贺丹静的视线。他十分珍惜这份薪资稳定、待遇优厚的工作，一心靠着这份工作攒钱买房，生怕周末这场荒唐的乌龙相亲让老板心生不满，影响自己的工作。当天同事王蜜病假缺席，贺丹静点名让菱角上前汇报自己当日的全部行程。菱角认真细致地完成汇报，内心却暗自忐忑，以为老板要借机追责，刻意挑错。出乎意料的是，贺丹静全程没有提及私事，只是随口吐槽行程安排太过密集，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菱角悬着的心彻底放下，立刻细致汇报了午休送餐的具体安排，得到了贺丹静的认可。就在菱角以为乌龙相亲的事情彻底翻篇时，贺丹静突然主动开口，询问他相亲的后续进展。菱角瞬间心生警觉，误以为老板是在试探自己，担心对方觉得自己借着相亲的由头刻意攀附。为了保住工作，他只能谎称相亲进展顺利，两人正在正常接触了解。贺丹静听完后，淡淡感慨两人终究没有缘分。另一边，被菱角拒绝的保安队长依旧不死心，持续纠缠骚扰他，还调侃他刻意躲避自己是害羞扭捏。菱角态度坚决，语气强硬，明确和他划清界限，郑重警告对方如果继续骚扰自己，就立刻报警处理。可对方依旧自以为是，笃定菱角是欲擒故纵，刻意吊着自己。与此同时，贺丹静的奶奶依旧在不停催婚，老人家唯一的心事就是孙儿的终身大事，常年的催促让贺丹静倍感困扰。保安队长的行为愈发过分，当众颠倒黑白，恶意造谣，声称菱角刻意勾引自己，还在咖啡厅对贺丹静搔首弄姿，意图攀附权贵。无端的谣言让菱角百口莫辩，无比无助。就在他陷入困境之际，贺丹静及时出现，主动让他上车，出面为他解围。菱角满心感激，同时自嘲这场荒唐的相亲闹剧让老板看见了笑话。贺丹静顺势询问他后续是否还会继续相亲，菱角如实回应自己会一直相亲，直到遇到合适的伴侣为止。话音刚落，贺丹静突然抛出了一个让他猝不及防的提议，他询问菱角要不要和自己结婚。突如其来的求婚让菱角瞬间大脑空白，他下意识以为这是老板的新一轮试探，连忙坚决否认，反复强调上次的相亲只是一场误会，自己对贺丹静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生怕被贴上攀附的标签，丢掉来之不易的高薪工作。贺丹静看出了他的惶恐与顾虑，坦然解释自己并非试探他，两人都被家人无休止催婚，深受困扰。如果达成契约结婚，就能双双摆脱无休止的相亲压力。他提出签订正规婚前协议，将这场婚姻定义为纯粹的合作工作。他会按月给菱角发放薪资，合约到期后自动解约，两人互不纠缠，互不亏欠。为了让菱角安心合作，贺丹静开出了十分优厚的待遇，薪资是他现有工资的4倍，逢年过节配合长辈演戏所收到的红包、礼物，全部归菱角个人所有。一直渴望攒钱买房，彻底脱离原生家庭的菱角瞬间心动。他仔细权衡利弊后发现，这份合作只需要配合家人演戏，无需假戏真做，也不会影响日常工作，是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决定慎重考虑。与此同时，菱角的家人依旧在算计他的辛苦积蓄。家人看到他乘坐高档豪车，便主观认定他攀上了有钱人，满心盘算着用他的彩礼和多年存款，给8岁的弟弟全款购置婚房。他们从未关心过菱角的婚恋是否幸福，满心满眼都是压榨他、补贴幼子。这让菱角独立买房、彻底独居的决心愈发坚定。闺蜜得知她的处境后十分心疼，劝她不必为重男轻女的家人委屈自己。菱角也坚定表态，自己绝对不会做伏地魔，所有收入都会用来购置属于自己的小家。经过深思熟虑，菱角主动敲定了和贺丹静的合作，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诉求。她计划入手一套 loft 公寓，希望能在合约中明确标注，这套房产属于自己的个人婚前财产，婚后也归自己独有，不受婚姻合约影响。贺丹静爽快应允，甚至主动提出赠与他一套市中心市值半个亿的大平层，当做这场契约婚姻的补偿。菱角连忙委婉拒绝，认为两人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没必要接受如此贵重的巨额补偿。贺丹静不再强求，当即安排律师修改合同条款，明确标注菱角所有婚前、婚后财产均归个人独立所有，彻底打消了他的财产顾虑。两人约定周一避开工作时间，前往民政局办理领证手续。返程路上，贺丹静接到了奶奶的电话，得知二伯母带了刚从国外归来的徐家千金徐雨落上门，想要为她撮合婚事。贺丹静直接告知家人，自己已经有了婚配对象，后续会带回老宅让长辈看看，彻底堵住了家人的催婚口舌。路上，菱角担心两人同行被同事撞见，传出不必要的闲话，想要中途换乘地铁回公司，却被贺丹静制止。贺丹静提醒他，本次请假时长有限，换乘地铁返程必定迟到，会直接扣除当月全勤奖金。十分看重薪资的菱角只能乖乖乘车，同时暗自感慨老板心思细腻，考虑周全。贺丹静看着眼前这个为了几千块全勤奖精打细算，却果断拒绝半个亿豪宅的菱角，只觉得他清醒通透，格外有趣，对他多了几分留意。回到公司后，下属劝说贺丹静正视自己的心意，公开两人的关系。贺丹静却明确表示，
他和菱角只是纯粹的契约合作，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叮嘱下属不要随意调侃，避免让菱角产生误会。不久后，公司保安团队全员大换血，连保安队长也被撤职。菱角一度暗自尴尬，以为是贺丹静为了杜绝保安队长骚扰自己，特意做出的调整。后续才得知真实原因是前任队长克扣员工工资，以权谋私，最终被公司查处撤职，这才彻底放下心来。摆脱工作的琐事之后，菱角第一时间前往售楼中心，敲定了自己心仪已久的 LOFT 公寓。可回到家中，迎接他的依旧是家人的冷漠与苛责。他彻夜在外奔波忙碌，家人没有一句关心问候，仅仅因为弟弟拉肚子没胃口吃饭，母亲一见到他就立刻催促他做清淡晚饭。心寒不已的菱角主动告知家人自己谈了对象，家人立刻急切盘问对方的籍贯、工作、薪资、房车条件。得知对方只是普通上班族，月薪平平，无房无车后，父母当即坚决反对，强行给菱角灌输功利的婚恋观，要求她必须嫁得优越，才算不负父母的养育之恩。压抑窒息的家庭氛围让菱角愈发想要逃离。另一边，一直爱慕贺丹静的徐家千金徐雨落主动来到淮山集团总裁办想要见他，却因为没有提前预约，被前台工作人员依规拦下。态度傲慢的徐雨落自称是贺丹静的未婚妻，扬言要开除阻拦自己的前台，却依旧没能破例通行。见到贺丹静后，徐雨落立刻故作委屈告状，控诉前台不懂变通，刻意刁难自己。同时，他借机恶意嘲讽菱角专业能力不足，不配留在总裁办，怂恿贺丹静开除菱角，甚至主动自荐，想要顶替菱角的秘书岗位。面对徐雨落的刻意刁难，贺丹静当众公正评判，指出菱角唯一的问题就是处事太过温和，对于无故闯楼、不守规矩的人，无需多余交涉，直接呼叫安保人员请离即可。他安排菱角妥善送走徐雨落，随后单独留下他谈话。贺丹静拿出当天上午的会议记录，向菱角指出公司的财务漏洞，集团旗下酒店本年度营收有所上涨，但净利润反而下降。扣除酒店翻新装修的成本后，依旧存在几千万的资金缺口。他留意到菱角在听工作汇报时，敏锐察觉到了数据异常，于是主动询问他的看法。菱角凭借超强的数字记忆能力，精准判断出公司报表被人篡改，疑似存在人为挪用资金的问题。贺丹静十分赏识菱角的专业能力和敏锐观察力，直接开放自己的个人最高权限，授权他全权调查此次资金异常事件，无需层层上报审批。菱角瞬间理清了所有关联。徐雨落所在的徐家是集团酒店业务的核心供应商，一直妄图通过和贺丹静商业联姻的方式依附集团，谋取私利。贺丹静选择无背景、无依靠的自己契约结婚，正是为了杜绝这场利益捆绑的联姻。想通一切后，菱角当即表态，自己会兼顾本职工作和契约身份，主动挡掉所有无端桃花，杜绝徐雨落借机攀附、谋取利益的可能。贺丹静对此十分认可，同时通知他，当晚需要陪同自己回老宅，正式见奶奶，熟悉家人。这是菱角第一次配合贺丹静见家长，内心极度紧张，生怕自己演技不足，当场露馅，丢掉这份高薪兼职，耽误自己的买房计划。抵达老宅前，贺丹静特意叮嘱他，在家中不要再称呼自己贺总，这个称谓太过生疏，很容易被家人识破破绽，让他试着喊自己阿蛋。亲昵的称呼让菱角羞涩不已，满心忐忑不安。进入老宅后，贺丹静直接向奶奶介绍，菱角是自己的女朋友，也是未来的孙媳妇。奶奶第一眼看到菱角就觉得十分眼熟，瞬间看穿了两人的演戏，当场质问贺丹静是不是随便找自己的秘书敷衍欺骗长辈。菱角瞬间心慌，以为这份契约合作就此作废。危急关头，贺丹静从容解围，当众夸赞菱角工作稳妥负责，生活细心体贴，自己是真心想要和他在一起，并非刻意敷衍家人。询问他是不是被贺丹静逼迫才配合演戏。为了保住合作，安稳攒钱买房，菱角只能硬着头皮谎称自己和贺丹静是两情相悦。面对奶奶的继续追问，菱角结合平日里同事的闲谈，真诚夸赞贺丹静能力出众，领导力强，做事极具魅力。为了让说辞更加真实可信，他还临时编造了一段过往经历，谎称自己曾经突发阑尾炎晕倒，是贺丹静及时送他就医，彻夜陪护照顾，自己也因此对他动心。这番真挚的话术成功打消了奶奶的疑虑。奶奶转身前往厨房查看晚饭后，菱角立刻向贺丹静解释，所有话语都是临时编造，自己对他只有感激，没有半点杂念。贺丹静淡然表示自己心知肚明，
并未误会。没过多久，贺丹静的堂妹贺楚宁回到老宅，看到举止亲密的两人，当即心生不满，立刻质问菱角的身份。贺丹静第一时间强势护着菱角，郑重介绍她是自己的妻子。贺楚宁一直认定徐雨落才是适配自己哥哥的嫂子，当场出言挑衅，质疑菱角是为了钱财刻意攀附贺丹静。贺丹静严厉制止了妹妹的挑衅行为，再次坚定维护菱角。这是菱角第一次被人毫无保留的撑腰维护，心中涌起阵阵暖意。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往后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多，直白询问贺丹静后续戏份增多，麻烦变多，是否有对应的奖金补贴。他坦然表示，没有薪资的表扬毫无意义，自己当下唯一的目标就是搞钱买房。贺丹静应允他，只要后续表现达标，就会发放丰厚奖金。菱角当即承诺会好好磨练演技，全力配合演戏，绝不露馅。晚饭过后，奶奶主动提议，两人既然已经确定关系，就尽快举办婚礼，堵住外界的闲话。贺丹静担心仓促公开婚礼会让公司员工误以为菱角是刻意攀附自己，动机不纯，影响他在公司的职场口碑，于是暂时推脱了婚礼的安排。奶奶依旧放心不下两人的关系，提出让两人搬在一起居住，还安排家里的李姐贴身照料，监督两人的相处状态。贺丹静顺势答应下来。菱角满心担忧，同居再加上专人贴身监督，很容易暴露两人假结婚的真相。贺丹静耐心安抚他，只需暂时配合居住，等奶奶彻底放下顾虑，打消疑虑，就会让李姐撤回，届时两人便可恢复分开居住的状态。菱角以公司临时出差为由，向家人隐瞒了同居的事情，暗自庆幸没有告知家人结婚的消息，避免被家人进一步捆绑压榨。为了弥补同居带来的不便与尴尬，贺丹静主动提出给予现金补贴，补贴金额逐步提升至5000元。急需攒钱买房的菱角当即答应下来，还主动打算打地铺，和贺丹静保持安全距离。贺丹静表示无需刻意避讳，自己对他没有任何男女之情，不会发生越界行为，还真诚夸赞他独立优秀，踏实努力，值得被人好好对待。从小被家人打压，从未被肯定过的菱角，被这番真诚的认可深深打动。她私下和闺蜜吐槽这份特殊的高薪兼职，闺蜜调侃她长期和帅气多金的老板相处，很容易动心。菱角却格外清醒，坚决不会因私人情绪丢掉高薪工作和买房的机会。同时，她拜托闺蜜帮忙保密两人的契约关系，并协助自己核查酒店重装预算，推进公司资金漏洞的调查工作。当晚，菱角正式入住贺丹静的家中，看着宽敞柔软的大床，满心憧憬着属于自己的奶油风 loft 小家。次日清晨，家里的李姐早早起身，贴心准备了中式、西式2种早餐。菱角礼貌道谢，全程小心翼翼，时刻警惕自己说错话、喊错称谓暴露破绽。用餐时，他刻意和贺丹静保持距离，举止拘谨又生疏。贺丹静提醒他，过度客气反而显得刻意，更容易被察觉异常，还当场定下规矩，在家每喊1次贺总就扣除1000块工资。心疼薪资的菱角只能乖乖改口喊他阿蛋。用完早餐后，菱角前往银行办理房贷手续，途中偶遇徐雨落。徐雨落看到独自排队贷款买房的菱角，心中满是疑惑，无法相信贺丹静的妻子会如此拮据，凡事亲力亲为。为了试探菱角的真实身份，徐雨落暗中安排银行工作人员给菱角开通 VIP 免排队特权。菱角一眼看穿了徐雨落的心思，清楚对方是想借着示好拉拢自己，打探虚实。一旦接受特权，就等同于变相背叛贺丹静，于是他果断拒绝了特殊优待，坚持按照正常流程排队办理业务。银行工作人员告知他，需要先审核个人征信，确认无误后才会通知他后续办理。漫长的等待流程让菱角满心焦急。随后，徐雨落主动找到菱角，假意为此前的冲突道歉，随即抛出100万重金的诱惑，以50万作为定金，让菱角帮忙打探贺丹静新婚妻子的真实身份。面对巨额利益，菱角始终坚守底线，果断拒绝窥探和泄露贺丹静的隐私，丝毫没有动摇。徐雨落接连碰壁，心中暗自气恼，认定菱角是故作清高，惺惺作态。菱角回到公司后，第一时间将此次银行偶遇和徐雨落的拉拢试探完整汇报给了贺丹静。贺丹静神色淡定，顺势建议他可以收下这笔钱款，直接坦白自己就是贺丹静的妻子，顺势抬高自身身价。菱角心生顾虑，担心坦白身份后会被徐雨落持续纠缠，刻意针对。贺丹静主动安抚他，承诺会全程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同时告知他徐家很快就会面临经营危机，
根本没有多余精力纠缠私事。菱角这才彻底明白，贺丹镜早已提前布局，准备整治徐家妄图依靠联姻吸血淮山集团的行径。工作收尾后，贺丹镜通知菱角，当晚需要以秘书的身份陪同自己出席商务饭局。两人各自投入到日间的工作当中，